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你跟一群亲戚要分披萨，每个人都说我随便啦，但最后每个人都盯着最大的那片。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这种氛围，全国12支派刚分完地，转头又要从自己份里削一些给利未人，而且不是削1、2片，是削到48座城，分成4个利未家族，平均每族都要漂移迁村重新入住，这比政府都市更新还壮观。21章8节开头就说，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把城给了利未人。注意哦，是照耶和华吩咐，不是照大家心情，这差很多。如果照心情分，一定会有人说，我的城刚装潢不要啦。这里是景观宅，利未人会喜欢比较便宜的啦。我家附近有全联，不适合他们啦。所以要照耶和华吩咐，才能避免大家滑到不必要的水。这也代表上帝不是只呼召利未人服侍，他也呼召全国一起支持。经文说，哥辖族中的一部分是亚伦家族，他们是祭司，所以住的城比较集中。最先被扣的是犹大、便雅悯、西缅。这3个支派你知道是什么组合吗？就是耶路撒冷地带，地肥沃，交通好，生活圈成熟，学区漂亮。简单讲，就是以色列的信义区加大直加天母。如果你住在那里，你一定会跟约书亚说，可否从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分？例如，可以分在沙漠吗？那边房价一定便宜。但没有，上帝安排的刚好，最重的属灵责任就住在最核心的区域，这也很合理。祭司要每天服侍献祭，住在耶路撒冷地区可以快速抵达。从第10节到第19节，经文开始列出一堆城市：基列雅巴、亚提厄、雅因、亚拿图。哇哦，讲到这里，若你直接睡着，我完全理解。但这些地名重要在哪？2件事：一，上帝让利未人住在全国各地，48座城被平均放在整个以色列版图。这超像什么？超像上帝设计了一个全国属灵服务中心地图，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群敬拜、教导律法的人，有点像便利商店精神。你在哪，神的工人就在你旁边。2，每座城外的郊野也一起给他们。这个郊野不是郊游的，是放牛羊的，代表上帝不是只给利未人住处，也是给他们生计。换句话说，上帝让他的工人不会饿死，也不会流落街头。这感觉超像父母在婚礼上拍胸保证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有地方住，有饭吃。上帝比这还认真。到了第20到26节，换哥辖族的另一群人领城。这批不住耶路撒冷附近，而是分散在以法莲山地、舒适、农业发达、但支派靠海、商业区、马拿西、西半支派大片土地。这组地点就很平均，不会太神圣，也不会太偏僻，被我们现代人称为成熟区、蛋白区、海景区。哥辖族的人如果去查房价，大概会说，这里我可以，上帝对我们真不错。但真正的亮点不是房价，而是每个城市都有同样功能，让利未人可以服侍各支派，不管地形、地价、人口密度如何，他们的使命都一样，成为全国的属灵网路。把这段经文全部合起来，你会看到一幅很美的地图。整个以色列被星星点点的利未人城照亮，
就像夜空里的导航灯，让人知道去哪里得到属灵帮助，让人想起上帝就在生命的每一区，让服侍的人不被遗忘，让土地与祝福散布的均匀。这一段看起来很行政、很技术，很像 Excel 表格，但其实它背后讲的是上帝的供应比你以为的更细致。他没有让他的工人孤单，全国一起承担属灵责任。分地不是抢资源，而是建立国度。